他被中国政府推荐到国际组织任职。60岁还要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你还要去面试，可以说是全球顶级的面试。秘书长潘基文不放心，他又跟我单独谈了2个小时。问了您什么样的问题？他是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吴洪波，也是第8位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中国人。联合国工作有工资吗？有。估计大家还想问，大概多少钱？您想不想当联合国秘书长？来了，划重点了啊！您用的语汇啊，我觉得是很年轻态的。我难道不年轻吗？跟外交官千万别斗嘴。我觉得啊，优秀的外交官要有强烈的爱国心，强烈的进取精神。人生价值的实现在于把你的事业和国家的事业、国家的利益融合在一起。您作为一个外交官，有没有遇到对咱们中国有偏见的？怎么做到每一次都公正公平？您觉得这个世界还好吗？这回可以再画个重点。我的时代答卷，本期演讲者吴洪波。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其实做开讲啊，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接触到来自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但今天我请来的这位开讲嘉宾，他从事的职业，大家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的话，是因为可能很多人小的时候，家长啊、老师一问说你们长大想干什么呀？很多人可能都举手回答过这个职业。但是陌生，是因为有多少人真正的了解这份职业每天面临的考验。这个职业可以告诉各位，就是外交官。说起外交官，大家可能记得的就是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会谈充满了成效，我们对此持保留态度。但是，这背后真正就是一个外交官生涯里面会面对的吗？现在我看在座的很多年轻人，应该可能都经历过升学也好，找工作也好，面试。大家都怕面试吧？往那一站，几个考官往下一坐，万一有一句话没说对，可能这个机会就没了。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今天来到我们开讲现场的这位外交官，他也是通过面试获得了他外交生涯当中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他所经历的这次面试，可以说是全球顶级的面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吴洪波，有请。吴大使您好，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你好。谢谢各位，请坐。所以吴大使一出来，大家能感觉到外交官的这个气场是不一样的。同样是穿西服打领带，跟您一比，我怎么就这么没有气势呢？你苗条一点。刚才跟这些年轻人说了一个您的故事，就是当时您在成为联合国副秘书长之前，您是经过了一系列的面试。我接到国家的通知，推荐我去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非常意外，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咱们叫多边外交，我都是搞双边，你说德国啦，或者是菲律宾了，1对1。哎，那一年你知道我多大吗？60岁，60岁还要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我觉得自己行吗？后来听到第2个消息，我就更紧张，你还要去面试。结果呢是4个副秘书长面试我1个人，面对面2个小时。然后秘书长潘基文不放心，他又跟我单独谈了2个小时。
就当时的秘书长潘基文先生是在正常的面试之后，又自己单独给您加了一轮。是。那他问了您什么样的问题？他一上来说了一句话，说你的英文比我的好，可能好一点，好不多。他说你觉得一个联合国副秘书长啊，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呢，还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我当时毫不犹豫说，当然是管理者。比如说我担任的经社部，经社部呢是联合国3大支柱之一，战争与和平由安理会来管，发展问题由经社理事会在管，人权问题由人权理事会在做，管得最宽的、涉及问题最多的是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那么如果你只专一方面，比如说我懂老龄化问题，或者我懂妇女问题，你不懂管理问题，那你肯定要栽。所以我觉得我回答是对的，秘书长也满意了，我就过关了。就现在，即便是您站在我们面前了，但是我们仍然还是难以想象联合国副秘书长，包括您之前的外交生涯，您所经历过的所有的这些故事。接下来，我们就把讲台留给吴大使，有请吴大使为我们开讲。我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啊，1978年和1978年以前出生的，咱们在场的有没有？太嫉妒了，你们太年轻了。我为什么说这个呢？1978年，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大家知道，我们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起航。1978年，全国恢复全国性的考试，选拔出国留学生。我是78年经过考试，考取了出国的资格。别的事情呢，我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永远不忘。我们5个留学生，第一天到新西兰外交部去报到。进了外交部以后，这个外交官看了我们有点傲慢，他说：“你们是不是越南船民？”为什么呢？1978年的时候，有一些越南人呢，是被迫离开了家，坐着船，变成了难民。实际是，我就非常清楚地告诉他，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留学生。对方马上要道歉。这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外部世界对于我们的认知非常少。当然，今天他不会这样了，因为我们已经是世界第1旅游大国。可以说，我的外交生涯，作为一个初级外交官，到高级外交官，到国际公务员，我见证了我们中国外交的风风雨雨和我们现在的大好前程。1978年以前，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判断主要是战争与和平。小平同志在1978年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就是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从战争与和平到和平与发展，一字之差，对我们整个的对内对政策和对外政策起到了决定性的深刻影响。那么79年，中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89年，中国和前苏联恢复了2国的正常关系。1978年到1989年，叫
转变观念，改革开放。89年以后，到上个世纪末，1999年，我把它叫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这个期间，我们用非战争的和平的外交手段，与英国和葡萄牙谈判达成协议，收回香港和澳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我参加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跟英国人谈判谈了17年，从一个初级外交官做翻译，到后来作为谈判代表，到最后做到了首席谈判代表。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外交官，我就深深受益于老一代。我们的老同志谈判有的都晕倒了，吃了点药，爬起来再干。同学们，156年。我小的时候看地图，你们现在看不到了。那个时候的地图上面，香港下面括号英占，澳门括号葡占。让我久久难以忘怀的是香港回归的那一天。英国人说，我们一定要在外面搞交接仪式。我们背靠着维多利亚港星光灿烂的夜空，多么浪漫！因为我们查了，香港的6、7月份经常是滂沱大雨。我们说遇上雨怎么办？没关系，我们保证没问题。他反提一个问题：你在屋子里，那国旗它飘不起来啊，没风啊。我们当时说，这个可以有研究。下面一个鼓风机，中间一个空心管，上面一个倒三角，它这个旗下面是不飘的。一到那个倒三角，那个风过来，噗，一下子一个旗就展开了。最后这个还申请了专利。还有一个使我非常感动的，我以前没有见过咱们中国的仪式啊，又吹小号，又军乐队奏，没有。但这次是有，中国的军乐团和这个英国的军乐团，就是有点像斗艺一样，你来一曲我来一曲。一开始大家都没有注意，因为都是些优雅的乐曲。但是突然有一个音乐，吸引了在场的所有中国人。这就是《歌唱祖国》这个曲子。5星红旗高高拍啊！从我们后面，海外来的这些华人华侨首先开始鼓掌。带动了全场鼓掌。那时候我们在那真是热泪盈眶。156年，香港回家了，我们欢迎你。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虽然国际风云变幻，我们也有些压力，但是我们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逐渐在上涨，我们的影响在扩大，中国的国际利益也逐渐到延伸。我到联合国呢是2012年，有些同学们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制定了一个叫1000年发展目标。1000年发展目标的第1条，要从2000年到2015年，把全世界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半。这个目标呢，在2012年提前完成了，而完成这个目标贡献70%来自我们中国。2015年1000年发展目标到期了，下面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就这样，可持续发展目标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我们为什么要搞可持续发展？比如说，我们现在全世界多少人？76亿人。按照现在的这个人口增长，到2050年，我们可能至少有90亿人在这个地球上。到本世纪末，我们需要3到4个地球的能源和资源来满足人类的需要。这可能吗？答案是否定的。全世界最穷的地方在哪儿呢？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他们一年生产2亿3千万吨粮食，发达国家一年浪费的粮食是2亿2千万吨。每年我们人类向大海里倾倒的塑料废品800万吨。我呢，记得有一句话，既鼓舞人心，也很悲壮。我们可能成为消灭贫困的第一代，也有可能挽救地球的最后一代。可持续发展，193个国家，各国发展的水平不一样，各国的诉求不同，它能达成一个协议吗？同学们，难呐！我在菲律宾当大使的时候，有一个人给我讲过个故事，他说你能够把3个菲律宾的参议员请到一个房间里，他们能平心静气地谈5分钟，你是伟大的胜利。我当时呢就想，193个大使坐在这里头，一个人说话5分钟，这193个恐怕得这2天都轮一次，是吧？说这样选出30个国家，代表一组国家，不行，这一开会吧，前面就坐30个国家，后面坐的那些国家全来了，一个没少。就说整个可持续发展是所有的国家都参加了。我们联合国经社部，我领导的有50多个联合国成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协助各国政府呢，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169个具体目标。这是自有人类以来，国际社会所有的成员国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为我们今后15年的发展制定了一个规划。这个协议在2015年的9月25号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大家说，你讲中国外交和可持续发展有什么关系啊？来了，划重点了啊！2012年，联合国开始讨论可持续发展目标。2013年，我们国家主席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和一个非常重要的倡议，一个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是“一带一路”倡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一带一路”所追寻的目标是完全契合的。联合国秘书长他说，上个世纪国际社会在讨论，究竟是陆路交通重要，还是海路交通重要？他说，现在这个问题不要争了，习近平主席给解决了，解决的方案叫“一带一路”。我们的祖国在过去40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这与我们国家对形势的战略判断和我们的政策有关。
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不能说我自己做得很好，因为我前面还有7位这个同样优秀的中国外交官，从1972年唐明照先生开始。那么我前面就是沙汝康，我后面呢还有刘振民大使。作为一个优秀的外交官，首先第一点要有强烈的爱国心，第二个呢就是要有强烈的进取精神。一个人你再优秀，你再聪明，非常有限。人生价值的实现，在于把你的事业和国家的事业、国家的利益融合在一起，才能找到你人生的真正价值。在座的都是年轻人，我刚才有点嫉妒你们。我相信，在座的年轻人会用你们的辉煌成就，让祖国和人民为你们感到骄傲。谢谢您，再次掌声感谢吴大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熬夜标配，邀您继续收看开讲了。谢谢各位，请坐。大家领略了外交官的风采吗？整个开讲一气呵成，大开大合，意犹未尽。您刚才有一句话，一下把全场年轻人积极性调动起来。那句话就是划重点了啊！很多年轻人本能的掏笔，哎，感觉要考试了。划重点，就您用的语汇啊，其实我觉得是很年轻态的。就您平时比如说开会，在联合国，我难道不年轻吗？跟外交官千万别斗嘴。我觉得啊，人的生理年龄可能衰老，但人的精神年龄一定要是年轻的。在刚才您开讲的时候，我们也通过央视网进行了图文直播，也有网友提出一些问题。我们先来看全民小纸条互动环节。近10年，联合国发挥的作用是否越来越小？各成员国是否越来越难达成一致啊？这个群不好管了。P.S. 您想不想当联合国秘书长？大家替我回答，能不能？我想不想？我还真不想。为什么呢？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国民不能出任联合国秘书长啊，这条路已经堵死了。对，咱们就干好副秘书长。就中国外交官能够当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副秘书长。我想，但对前面这个问题，我前面问题回答一下，好吧？联合国的作用，这回可以再画个重点。第一，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第二，你们经常提到这个发言人的讲话，其中一个最著名的话，你们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国际法的原则，对吧？第三个呢，可以制定规矩，它还有行为能力，它可以宣布对某一成员国发动战争，也可以对某国实行制裁。最后一个，可能你不知道记不记得 SARS 的时候，03年，世界卫生组织发了一个通知，从那一刻起，中国的所有港口门可罗雀，我们与外部的交往戛然中断。这就是联合国的影响。当然，联合国还有问题，我们应该改进，应该改善它的工作效率，但是联合国是必不可少的。接下来是现场，其中一个观众问：听说您的工作算是国际公务员，那请问您这个国际公务员和国内公务员有什么差别？联合国宪章有明确规定，尽管你有你的国籍，但不能接受这个组织以外和其他国家的指示。所有的国际公务员
都有国籍，并不是说你不关心你国家的利益。我遇到这么个情况，我们经社部搞了个研讨会，一个总部在德国的新疆独立分裂分子，他呢混进去了，哎，他们报告给我，我说通知联合国警察，不仅是会场，驱逐出联合国大院。那警察很听话，立马把他给轰出去了。联合国有个搞人权的高官给我的办公室主任写信，说你这样不对吧？你这违反言论自由了。我跟他办公室主任说，你告诉他有事找我，找副秘书长。他比我低一级，他是助理秘书长。他不敢，但是他把这个账告到上面去了，告到办公厅主任那去了。办公厅主任给我来个函，问怎么回事儿。我说，第一，这个人是国际刑警组织红通缉的人；第二，这个人曾经在韩国和印尼被拒绝入境；第三，联合国是为各成员国和经过批准的 NGO 开会的地方，是不能允许一个犯罪分子进入会场的。我觉得，作为中国籍的国际公务员，在涉及到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上，我们毫不含糊，坚决捍卫祖国的利益。问题太多，我就最后只问一个观众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我确实太好奇了，我也想问：联合国工作有工资吗？有。联合国也给您发工资？那当然。接下来，其实我估计大家还想问，大概多少钱？这个我们不问了，这是属于个人隐私。我跟大家说啊，你不要问我，你到联合国那个网站上查，联合国副秘书长月薪是多少钱？有工资标准的。他有工资标准，这个问题可以自己叫自助。我估计此刻很多观众开始查了。好，接下来时间留给6位青年代表。其实呢，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今年读高3。现在高3学生啊，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对于大学专业的一个选择。现在这个问题是困扰我比较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爱好很多，你知道吧？就是现在也有人管这个叫什么全才吧，然后就导致我无法在内心中去明确，我到底是应该从事一个什么样的行业，或者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专业。我看到了我年轻时候的样子。十分荣幸，十分荣幸，充满自信。我是全才。那么您有什么建议和方法能够告诉我们，或者传授一下我们的经验之谈呢？我的经历可能对你不太适用。没关系，我觉得可以借鉴嘛。我是1973年到北外上学的。我当时呢，在参加考试的时候呢，我录取了2个学校，一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工大无线电系，我很厉害；一个是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说老实话，我本人是想当理工男。哦，您想学无线电？我是1966年的初1毕业的学生。那有一个老高3的说，你学理工可以，但是你要在1年的时间把初1到初3的课、高3的课程全部补上。6年的。因为大学不能教你高中的课。他讲了一句非常影响我的话，他说：“现在是俄语、法语比较厉害，将来英语肯定是可以大展宏图。”我当时可能觉得，我真要学理工的话，我也许就挂了。所以我这个经验对你不适合哦。了解了解。但是你愿意做什么，你就专心的、一心一意的做下去。明白明白。在2020年的时候，就拿北京来说的话，将迎来一轮新的高考改革。这个时候是要取消文理分科。对。那我其实是2019届的考生嘛，就是属于传统意义上最后一届的高考生。那么我希望您能给我们一些寄语，因为我们属于背水一战了，没有退路了。这个我还得向你道歉。我的经历太特殊了，我从 ABC 开始，到2年半，毕业的时候
我的一位老师跟我说，他说你学的再多，老师教你再多，知识给了你一个拐棍儿，你一旦走上社会，希望你能够自学自强，尽快的把这个拐棍儿甩掉。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满怀期望的带着2个问题来了，结果吴大使告诉你，对不起，这2个问题我帮不了你，但是想要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你自己画好重点。啊，持续学习能力真的是年轻人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只要你能够学习、会学习，你始终能够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下一位。吴大使好，夏师哥好，我来自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然后大家从我的口音，可不可以猜到我来自哪里？不是，您能听吗？我觉得南方应该是广西。不是。来自香港吗？对，我来自香港。哦，对呀，您是参加中英谈判的，普通话说的挺好啊。是吧？谢谢。因为我现在是在北京从事国际检评工作的，然后刚好上个月我跟来自阿富汗的官员去了我们国家的农村进行实地的扶贫考察。在南方的农村有一个习俗，就是如果有葬礼的话，就会放鞭炮，然后鞭炮响起来的时候，我看到阿富汗的官员的眼神非常的惊恐，然后甚至有人是捂着头或者蹲下来，因为阿富汗一直都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所以他们随时都有可能遭受到恐怖袭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强烈的本能反应。当您作为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时候，每天面对全世界各种各样沉重的难题的时候，你是以什么心态去面对的？您是怎么做到每一次都公正、公平、冷静地去处理问题呢？这个问题非常高难度。我们作为一个国际公务员，对于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在此基础之上，要特别关注弱小的或者是不发达的国家。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很多的前殖民地纷纷的独立。现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学习西方的制度和它的经验，没有一个成功。因为我没见到过第2个德国，没见到过第2个法国，第2个英国，更不要提美国。有人可能说不对，因为有几个国家和地区是不错的，韩国、中国台湾省，还有新加坡。但是你要看到一点，2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他们经济发展最好的时候，并不是西方所主义的他们的社会制度。有的人说，你说中国这儿不对，那儿不对，但是中国肯定是什么地方做对了吧？不然的话，怎么能够发展得这么快呢？世界需要中国的经验，需要中国的智慧。作为联合国的工作人员，我们在一碗水端平对待所有国家的同时，我们要向欠发达国家倾斜，同时我们也在世界各国发现好的发展例子，包括中国的例证，向全世界推广。谢谢你带来的问题。下一位。2位老师好。2017年的9月，我曾为青年代表参与了联合国大会以及可持续发展高级别论坛。在一场关于男女性别平等的研讨会结束的时候，我不慎地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我旁边的呢，恰好是世界银行的参会代表，他善意地把我扶了起来，并且好奇地问我：今天的中国关于性别平等到底推进到了哪一个阶段？我自信地告诉他，今天的中国女性独立、自主、勇于表达自己的态度。这显然跟他想象的中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可能之前他对我们的中国是有些许偏见的。您作为一个外交官，每天要面对那么多的外国人，有没有遇到对咱们中国有偏见的？那是怎样的偏见？谢谢。
你问到我的强项上了。吴大使专治不服，专治各种偏见。我在德国当大使的时候，有一天，德国议会给我来了一个函，说他要请中国大使和美国大使，世界2个二氧化碳排放大国，到他们去参加讨论。一个议员说，前些年我们发达国家排放了全世界二氧化碳的50%，现在我们减了。现在你们中国排得多，你们中国大使是不是认为你们中国要减排50%？我说，中国的排放量名列前茅，这是看总量。但是按人均来讲，中国排到全世界第96位。说完了以后，我话锋一转，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我们组织了一批德国的年轻的孩子，初中生，到中国去访问。他到了中国以后，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第一个问题说什么？妈妈，你知道吗？中国人洗衣服用凉水。我就问议员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经济还不够发达。第二个呢，我们人呢，恐怕还是有点穷。如果天天用热水呢，这个费用比较高。你们工业革命100多年了，你们排放量那么多，你现在让我们给您补账也不合理。我说，因此，中国发展还需要有空间，我们还有一定的排放。可能中国的外交官在世界各地，当然不一定全是偏见，有的可能是误解，有的可能是不了解。可能以前我们没有太多的机会来讲故事，但是今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有了你们这样的一些年轻的面孔。你像你这么年轻就去参加过联合国的大会，你去是为了讲好中国的故事。我觉得今天是这样，我可以作为青年代表，代表我们的中国去到联合国大会，是因为联合国大会告诉我们，每一场会议都需要听到中国的声音。谢谢。下一位，云一水。现在我们年轻人其实经常会说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也说不仅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刚刚听了您的演讲，其实肯定能这么说，就是您肯定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看到过这个大大的世界的人。可能我们通过新闻了解到的战乱、饥荒、经济的发展、疾病、科学的进步，可能就是您在之前那10几年的每一天日常的工作。然后，如果是您经历过这么多的工作，看见过这么多国家和国家的人，我想问问您，您觉得这个世界还好吗？我可能给你的答复不一定和你想象一样。我觉得这个世界有希望，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乱。吴大使的回答是：这个世界会好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可持续发展，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当大家都在一条船上的时候，大家会为一个方向而努力。从气候变化公约、巴黎协定，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受到的热烈欢迎，和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到了许多国家，我就看人家是怎么生活的，跟咱们一样，一天也都是忙忙碌碌，而且人们都很朴实，很热情。所以我们要看到战乱的一方面，同时也看到全世界人民的善良和他们团结起来共同争取自己未来的决心。第二点，过去是大国说了算，富国说了算，强国说了算。现在全世界的增长80%来自发展中国家。随着参与度，发展中国家、穷国参与度越来越大，那么整个这个国际社会，它正在向一个更加平衡、更加合理的方向在发展。所以这2点，我相信我们的世界
会越来越光明。谢谢，谢谢您。李杰，吴大使您好，我是一名移民局的警察。我觉得我的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会是外国人来到中国见到的第一个人，也会是他们离开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我在工作中遇到一个小插曲，是我之前验放了一位旅客，通过他的证件，我发现他是一名结束了1年工作的船员，外籍船员。我给他办结手续之后，我最后跟他说了一句，我说祝你和家人有一个愉快的假期。他非常振奋的、慷慨的跟我说了一句：“啊，你真棒！全世界这么多国家我走遍了，你是唯一一个跟我说过这种话的移民局官员，中国真好。”所以我非常的震撼，也陷入了思考。我有一个数据，1984年的时候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才153万，而仅仅今年的上半年就已经是2311万了。我想请问您，在我们祖国越来越富强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些走进来的外国人？我们用一种什么态度、什么姿态来欢迎他们？本节目由格力家庭中央空调赞助播出。格力让世界爱上中国造。外国人呢，他希望你对待他，就像和对待普通的家人一样。我在英国遇到这种情况，我和一个同事出差，他不懂英语，我在后面。后来他问他，我就主动上去，我说我能帮你翻译一下。他说你退后，谁让你过来？一米线。过了一会儿呢，他实在是沟通不了了。哎，你过来吧，过来吧。我说你现在用我了，啊，用了。就这样一个小插曲，虽然呢不是大事儿，但是你感觉你很不受欢迎。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应该让人有个亲切感，让人感到很温馨，又不失原则。我觉得这是一个学问。你像我坐航空公司的飞机，我坐了很多。我说句可能得罪人的话啊，真正受欢迎的，不是那个咬筷子练出来那个微笑，而是发自内心的微笑。尽管你嘴可能笑起来有点歪，不那么标准，但是你很让人温馨，因为你从心里在笑。只要用真心来对待每一个客人，一个来访人，我觉得你能成功。谢谢您。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应该没这种感受了。你像我生活的武汉，那也算大城市了，但是街上那会儿小的时候，80年代，但凡要出现几个外国人，总有一群中国人会默默地护送着他，在街上就大家围观啊，就觉得好奇，就看着他。但现在慢慢的，我觉得中国越来越有一个大国的自信的包容的这种心态，见多不怪了。所以我觉得，把他们当成是我们身边的同事、家人，可能对他们来讲是最舒服的。谢谢您。今天我们聆听了吴大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开讲，而刚才吴大使一直在说，你要想着为国家、为社会能奉献什么的这样的一种心劲儿，才能够鞭策着你在人生路上不断的前行。在今天，中国给全世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在国家利益之上，我们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我们能一起做点什么？请大家记住吴大使刚才说的那句话：我们有机会成为消灭贫穷的第一代，也有机会成为挽救这颗星球的最后一代。让我们共同努力。感谢吴大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下一期开讲再见。谢谢您，谢谢您。